欢迎回到 High Weapon， 我是 Jason。如果你是我们的老观众，你应该还记得，我们曾经详细拆解过 B-2幽灵的战术思想，也聊过正在改写战斗机逻辑的 B-21突袭者。我们深度分析过 F-22猛禽的幽灵猎杀战法，也讲过 F-35如何将信息优势变成制空权。而这些视频背后，其实都在围绕着一个问题：现代空战到底在拼什么？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谁飞得快，谁打得猛。但这在21世纪空战中已经不再成立。现在真正的博弈是在敌我未见时就已分胜负。你或许还没看天，敌人的导弹已经命中你的防区节点。这就引出了今天的特别话题：隐身与敏捷，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制空权钥匙？一个让你根本看不见，另一个让你打不中。两者背后是两套完全不同的作战哲学，一个优先猎杀，另一个主打生存。问题是，你能同时拥有吗？1991年海湾战争 ，F-117夜鹰深入伊拉克防空密集区，完成精确轰炸任务，而敌方雷达系统从始至终没有发现它的存在。这不是电影桥段，而是雷达反射控制加电磁压制加战术协同的综合效果。从此，现代空战进入看不见就打不到的时代。本期我们将从6个方面彻底拆解这个问题，从隐身到敏捷，从电子战到未来战机，从战术设计到实战案例，到底谁才是下一场空战的赢家？跟我一起开启这场制空权的正面对决。在现代空战中，谁发现谁就等于谁先击中谁，而隐身的意义正是赋予你了先手权。这不是神秘主义，也不是未来科技，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战术优势。你看不见我，我却已经瞄准了你。根据美国空军战术中心的作战分析，一场对等空战中，先发现敌机的一方胜率高达80%以上。也就是说，你的战机具备隐身能力，能够在雷达盲区中悄无声息地接近目标，那么整个战斗可能在对方反应前就已经结束了。F-117夜鹰的战力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，尤其在如今超视距导弹主导空战的时代，空中格斗已不再是好莱坞电影里的贴身肉搏，谁能先看见先发射，谁就几乎提前写好了胜负的结果。这一切，隐身战机正是天生的赢家。那么隐身战机是如何打乱敌方策略链的？传统防空系统的作战流程是这样的：雷达发现目标，判定敌我，通知指挥，下令拦截，导弹起飞。但如果目标压根没有被发现，这个链条从第一环节就断了。F-22和 F-35的典型战术就是远程通过雷达引导锁定敌机，迅速发射 AIM-120中程空导弹。导弹飞向目标时，对方甚至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被锁定，更别说反击了。美国空军将隐身能力称为空战中的压倒性第一要素，这话一点也不夸张。作为隐身战机的典范， F-22的反射雷达面积 RCS 仅为0.00，搞错了，重来。作为隐身战机的典范， F-22的雷达反射面积 RCS 仅为0.0001平方米，几乎和一只小鸟一样微小。对比之下，空中格斗之王苏2-7的 RCS 往往超过10个平方，差距高达数万倍。这意味着 F-22不需要贴身缠斗，它能凭借超视距导弹远程打击，敌人甚至看不清楚攻击来自何方。这正是隐身战机先发现先打击无需缠斗的战略优势。那么想要实现隐身，关键技术就是让敌人雷达难以解读回波信号。具体通过以下几方面：雷达反射截面压缩，隐身战机的机体采用多面折角设计，令雷达波四处散射，不易返回，并采用锡箔材料做蒙皮，这种蒙皮能吸收雷达波能量，减少反射强度。而且战机采用内置武器舱设计，避免外挂导弹导致回波突起。最后，发动机排气隐蔽技术 ，F-22就丢弃了传统的圆喷口，而采用的是扁喷口，这样就能降低红外辐射，减少被动探测概率。这些设计综合起来，就是隐身的关键要素。话说回来，隐身战机虽然强大，但离不开战场的全方位支持。电子战飞机配合压制敌方雷达，扩大隐身优势；预警机和卫星提供信息链，保障目标发现和引导；严格的后勤维护，保障隐身图层的完整。有飞行员戏称 ，F-22是个隐身的贵族，出一次任务回来，地勤得像伺候艺术品一样保养他的图层。
苏35就朴实多了，擦干净机身，挂上导弹，它转头就能再飞。这说明隐身不是神话，而是一种讲究先手权的战术哲学。但假如你已经被敌人雷达锁定了，该怎么办呢？当导弹从雷达锁定起飞的那一刻，隐身的优势就已经终结。这时候能否躲开攻击，能否灵活机动，成为唯一生存的关键。你不再是藏身暗影的猎手，而是被锁定的猎物。此时战斗已经进入了另一场博弈，如何靠敏捷生存下去？在这场较量里，速度本身并非最大优势，关键是能不能躲开，能不能做出让导弹、敌机失去目标的机动。所以飞行性能与机动设计成为了敏捷型战机的核心。敏捷型战机具备高推重比、优秀气动布局和先进飞控系统，推重比越高，飞机加速与爬升能力越强。气动设计影响转弯半径和机动灵活性。三维矢量喷口技术能让喷气方向瞬间发生改变，实现极限机动。敏捷型战机的代表机型是苏35与 F-16 Block 70。苏35它没有隐身涂层，却拥有强大的动力和 3D 矢量推力喷口，机动性能极佳，能够完成眼镜蛇机动、垂直爬升等极端动作，让导弹难以锁定。F-16 Block 70作为西方第4代改进机型，虽然不是极端敏捷型，但凭借现代数字飞控，依然具备很高的机动灵活性，适合中近距离格斗。以色列空军 F-16在一次实战演练中，连续用甩尾机动躲开5枚红外制导导弹攻击。这不是隐身带来的优势，而是精准机动与瞬间加速让导弹失效。这种靠技术和飞行员经验展现出来的生存能力，成为对抗高科技雷达和隐身战机被发现后最后的保障。灵活机动的战机不仅是物理上的躲闪，更是一种心理战术。飞行员的迅速反应和精准机动会导致敌方导弹发射决策，迫使敌人提前暴露，甚至放弃攻击。换句话说，别以为锁定我就稳了，我跑得快，也打得准。在现代空战的舞台上，隐身和敏捷这两把利器一直在较量，他们各有优势，也各有局限。到底谁更强？其实没有绝对的答案，关键要看你在哪个环节、什么环境下作战。首先，隐身的最大优势就是让你先发制敌。想象一下，你是一架 F-22，雷达反射面积小到几乎看不见，敌人的雷达像对付杂波一样，根本分不清楚你在哪，这让你能远远先锁定对方，远程发射导弹。美军在多次模拟战中都证明了先发现、先开火能极大提高胜率。换句话说，隐身让你拥有空战中的先手权。但是，如果你已经被敌方雷达锁定了，隐身的优势就没有那么明显了。这个时候，敏捷的价值就凸显出来。我们再次想象，你是一架苏35，没有极致的隐身技术，但是你的机动性能极强，能快速翻滚、急停，做出眼镜蛇机动这类高难度动作。当导弹飞来时，你能靠灵活的动作躲开，甚至反击。所以，空战其实分几个环节：发现、射击、躲避和反击。在发现和射击阶段，隐身占优势；而在躲避和反击阶段，敏捷成为关键。而战场环境也会影响两者的价值。比如在雷达和电子战设备高度发达的环境中，隐身能够最大程度的发挥作用；但在近距离、高电子干扰的复杂环境中，灵活机动的能力则更重要。那么，你更看重哪一条生存之道呢？如果隐身给你先手权，那么敏捷就是最后的防线。可能我们会反问，混合战机隐身加敏捷可以兼得吗？隐身和敏捷这两种优势看起来很难兼顾，为什么？因为它们在设计上存在着一定的矛盾。隐身战机为了减少雷达反射面积，平常采用平直的多面折角设计，武器多装在内部弹仓，机身和机翼都追求光滑，这往往牺牲了机动性和推力比。而敏捷战机则追求高推重比、大迎角机动能力和先进的飞控系统，机身线条更流畅，机翼更大，外挂点更多，这些都会增加雷达反射。那么，是否有可能两者兼得呢？ F-35是目前最典型的隐身加敏捷结合体，但它在这条路上做了不少的妥协。它采用了内部弹仓和雷达吸收波材料，保证隐身性能，但整体机动性比不上苏35这样的纯敏捷战机。换句话说 ，F-35牺牲了一部分敏捷性来换取隐身优势，目标还是以先发制人、远程导弹打击为核心战术。欧洲的台风战机则在设计时更注重机动性能，它牺牲了一些隐身性能，保持了非常强的敏捷性。
这种设计理念偏向更传统的近身格斗风格，强调被看见后怎么活下来。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正在探索第6代战机的设计方向，结合先进材料和主动隐身技术，减少雷达、红外、声波等多种探测方式，实现全方位隐身。通过机体形态变化、先进矢量推力技术，达到前所未有的机动性，实现极致敏捷。未来还将加入 AI 辅助飞控，大幅降低飞行员负担，提高战术响应速度，并结合无人蜂群协同作战，让未来战机不仅仅是单打独斗，而是智能群体的指挥中心。有传言称，第6代战机将彻底取消驾驶舱，人类飞行员可能被远程 AI 替代，甚至连看到敌人都不再是飞行员的任务，只需授权 AI 自动开火。这听起来很科幻，但科技正在快速逼近这一点。其实，隐身和敏捷并非水火不容，而是在现阶段技术限制下需要权衡的2个方向。那么，未来属于单机绝对优势，还是网络协同作战？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问题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技术的提升，在现代空战里，单靠隐身或者敏捷已经不够了。未来的空战更像是综合能力的竞技场，不仅要看单机性能，更看整个作战体系和智能化水平。真正的胜负往往取决于未来谁能掌控这场电子战。你可以把电子战想象成空战中的隐形力量，它让你的隐身更隐身，让你的敏捷更致命。想象一下，一架隐身战机靠近目标，它不是孤身一人，背后有预警机不断扫描敌情，电子战飞机则负责干扰敌方雷达和通讯。这3者像一支精密的交响乐队，合作无间，通过发射干扰信号，让敌方雷达看不清你。当敌人雷达被干扰，战机的隐身效果被放大。万一你被敌方雷达发现时，制造假目标，让敌方导弹追踪错误目标，为你争取了宝贵的逃生时间，并且还能破坏敌方指挥链，干扰敌人协调。美军的 AE-18G 咆哮者就是电子战专家，他专门干扰敌方雷达和导弹系统。有了它，隐身战机能更安全地接近目标，敏捷战机即使被锁定，也多了几分生存机会。在野鼬鼠计划中， F4G 战机故意引诱敌方雷达开启，然后用电子战设备反向锁定并摧毁对方雷达，被称为雷达杀手。这就像在和敌人玩猫捉老鼠，不过猫有了隐形斗篷。未来电子战还会结合 AI 技术，能自动识别敌人电磁信号，快速调整干扰策略。总结一句话，电子战不仅是技术，更是战术，是现代空战的放大器。谁掌控了电磁频谱，等于就掌控了整个战场。现代战争是个先发现、先锁定、先摧毁的游戏，但随着隐身战机、超视距导弹乃至高超音速武器的登场，地面防空系统开始面对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：它还能拦得住吗？传统防空系统将被时间击穿。在过去几十年里，防空系统的核心逻辑其实很简单：第一步，雷达看到目标；第2步，导弹打向目标。但这个过程前提是你能看见，而隐身战机专门就是让你看不见。像 F-22这种级别的隐身战机，对地面雷达来说，它就像背景噪音一样模糊，甚至根本无法判断。所以，隐身战机真正带来的不只是看不见，而是让你的整个反应链条晚了5秒、10秒。而在现代战争中，这几秒钟就意味着敌人已经发射导弹了，你的指挥中心已经在爆炸中消失。F-117隐身战机的案例再次说明，这不是空战胜利，而是防空系统被压缩成反应死角。如果说隐身是看不见，那么高超音速武器就是反应不过来。这类武器以5到25马赫的速度飞行，可以变轨、俯冲、规避雷达束缚。它不是绕开你，而是用速度碾压你。以20马赫飞行的弹头，每秒6公里，从发现到命中，防空系统最多只有20秒的反应时间。但问题是，现代防空系统的反应加判断加发射周期平均是45秒以上。在一次模拟测试中，一枚模拟高超音速滑翔体从1200公里外锁定目标，雷达在倒计时12秒时发出警报，但指挥系统刚启动拦截流程就已经命中。这不是没有拦截，而是系统连反应都没来得及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冷战时代核威胁的逻辑是简单的，就是你打我，我还能打回去。你摧毁我城市，我至少摧毁你基地，结果就是没人敢动手。可高超音速加隐身组合正在撬动这套逻辑，你可能连对方出击都没察觉，重要指挥枢纽就已经被摧毁。这也让很多战略专家开始担忧，
核武判断风险正在上升，因为你根本来不及判断来袭导弹是否带有核弹头，你的预警时间只有几十秒甚至10秒以内。你要不要还手？你有权利按下核按钮吗？与此同时，新的战争秩序也正在成型。美国正在升级 F-35的 AI 数据处理能力，强化平台信息协同。欧洲正在推进未来空战系统 FCAS 计划，构建联网式无人协同隐身集群。俄罗斯、土耳其、以色列等国家正在加紧开发国产高超音速打击能力与反导系统。在今天这个时代，一场战争的胜负已经不再取决于谁飞得快，谁打得准，而是谁能看得更早，谁能先动手，谁的反应链更短，协同更快。过去的战机拼的是性能，而未来的空战拼的将是感知力加联动性加决策速度。2023年，美军首次让一架 AI 操控的战斗机在实战演习中击败了人类飞行员。这架 AI 驾驶的是一架并不先进的 F-16战机。这意味着什么？不是机器比人聪明，而是战争的时间门槛已经逼近极限。你比对手慢0.1秒，可能就失去了整场战斗的主动权。所有人都在竞速，因为所有人都知道，下一个被锁定的也许就是自己。这里是 High Weapon， 我是 Jason。未来的空战可能没有任何画面，你甚至不知道攻击是从哪儿开始，战斗就已经结束了。你是猎手还是猎物？这一次我们只是揭开了隐身与敏捷的一角，下次我们继续带你深入武器系统的思维盲区。记得点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，这里是你看不见的世界。我们下次 High Weapon 见。